我们画这一朵好不好？画这一朵红色的牡丹，画这一朵红色的。我们还是来分解一下吧，分解一下这朵朝右边的红色的牡丹。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这朵牡丹，它基本上也是一个椭圆形的，一个圆形的，然后它是朝右边的，整体的朝向它是朝右边，然后花心它有点偏啊，稍微的有一点侧起来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它也是呈一种包的形状，大概有一种包的形状，像里面像这样子的一个透视的一种方法啊，像这样子，里面的花瓣是这样子往里包，这样子，这个上面的就不往里包，上面的往外转，它呈这样的一个姿势。下面这一排从这里是往里包，然后后面的花瓣呢，都是朝外展，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啊，整体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姿态。你们看一下它这朵花，它的花型，花瓣是不是这样的姿态啊？它就是呈这样的一个姿态。我们的花型它的一个长相，它就是一个朝向，一个长相，就是这样的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态。然后它这朵花呢，它没有分几层的花瓣，它所有的花瓣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常规型的。它是一种常规型的一款花，它的花瓣是只要里面讲一个大关系。我们大关系是什么？大关系就是花瓣的大小、颜色的深浅、物象的虚实。我们要讲的这些大关系。然后我们今天分解一下它的颜色啊，我们今天用什么颜色呢？大家想用什么颜色？你们从这个花上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这个花的颜色特别简单，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那我们底色浅色的花瓣还是用一点点底色吧，底色还是一样的，还用这个太白和三绿。它有几个花瓣浅色，太白加三绿，只有几个花瓣有这个浅色的。然后你们说的是什么？玫瑰红，太极蓝是吗？胭脂，那就用这几种颜色吧。构图的话，我们还是画一个圆吧。还是用这个纸画呢，就画一朵花吧。作为一种朝右边的花的这个示范，我们还是分解一下花瓣吧。我们用这个太白加三绿，先调一个底色。太白加三绿调一个底色，底色其实今天是很少用的底色的。把太白和三绿调和。下手有点狠了，这个三绿有点多了，所以说我们调色的时候，这个三绿，最好是不要一下子调太多进来，就要慢慢的调，慢慢的加，不然的话三绿一下，哎呀，多一点就多一点吧，有的三绿太多一点，有的时候会太绿了，所以我们要放在边上，慢慢的往里加。好，这个底色调好放在一边。今天这一朵里面其实用的底色很少，不会用太多底色的。记住今天要用的颜色。玫瑰红，
太青蓝，太青蓝和玫瑰红，它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浅色是特别美的，但是深色的话，太青蓝不要太多了，太青蓝不要用太多了，太多它就发黑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稍微调一点点太青蓝啊，太青蓝只要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了。然后调这个胭脂，我试一下这个颜色，我们分解一下这个花瓣。它这个花瓣，这朵花它是一个常规型的花瓣，这个是中间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就一笔、2笔、3笔这样子画出这个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正面朝我们的反瓣。哎，这个颜色不好看，不行，要曙红，一定要加曙红，不加曙红这颜色不行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没有曙红，真的它就会很暗，没有曙红会很暗。要么就直接就成了紫色，要不就成了紫色。好，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1笔、2笔、3笔这样子画出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当然这个反瓣我们不要把它画的太规矩了，太圆了。像这个反瓣我们通常还有这个反瓣还会有叠加的层次，我们要画的不一样，不要每一个层次都画成一样的。我们这第2层我们可以画小一点，哎，这一层层的，这2层的这种花瓣这样子去叠加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这样子一笔笔的去点它，点出来。这个都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那1笔、2笔、3笔这样子画出一个背面朝我们的反瓣，我们通常会用到这种花瓣是最常用的。我们每一朵花最开始就是画的这一笔，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反瓣。还有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，侧面这个花瓣我们1笔、2笔再拖1笔，这样子画一个侧面的一个反瓣。我们这个颜色还是要用这个曙红，大家看一下，要用这个曙红跟这个颜色才比较像。还有笔杆呢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啊，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底色，当然我们画这个深色正瓣的时候可以不用底色的啊，直接笔上干了就加一点水就好了。好，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一样的，有层次，我们可以让它感觉这个层次叠加。怎么画出这种叠加的感觉？你就让它重叠起来，那这样子重叠起来，它这是不是感觉2个反瓣去叠加起来了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我们用笔呢是这样子，你开始轻轻的下一笔，然后你再提起来，然后你再大一笔这样子推过去，1、2笔啊，然后再来一笔，你可以往这里回来拖1笔过来，这样子3笔画一个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有大的有小的，小的大的，小的就是这个侧瓣呐，小的就是侧瓣，还有朝下的也是一样，你可以这个1笔，你可以第1笔都可以大，然后第2笔、第3笔也可以这样子的姿态，不一定说每一个姿态都是第1笔小，第2笔大，再1笔小，你可以第1笔小，第1笔大，慢慢的小，因为这个花瓣的姿态它本身都是千变万化的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姿态。来，也可以小这样子拖过来，直接1笔拖过来。那一样的可以有层次，假如说我这一半小，我们这一半我们可以画大一些，让它这个层次去叠加起来，那是不是感觉有2个层次叠加了？如果2个层次叠加，你再去加上它里面的正瓣，你看里面再加一个正瓣，哎，这个就感觉是不是出来了？
是不是出来了？是感觉有这一个是一个完整的花瓣，这样子包过去的这种感觉了，是不是？这两个花瓣组合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姿态。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反瓣，还有侧面朝我们的反瓣。那么还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侧瓣，侧瓣就是比这个花瓣侧的更厉害一点。这个花瓣，你像这个花瓣，就是感觉如果我们的手掌是一个花瓣的话，那这个花瓣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的。那这个花瓣它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的啊，这样子对我们的。然后我再画一个更小一点，那就是这样子，只看到一点点这个侧瓣的时候，那看到一点点侧瓣的时候怎么画？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先轻轻的下笔，我们可以带一点勾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轻轻的拖一下，这样子就画出一个小小的一个侧瓣了。好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画这个反瓣、侧瓣，会了吗？会不会？难不难？这样子笔尖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轻轻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，这样子画出来这个侧瓣、侧面的花瓣。然后笔上有点干了，你看这一半它是颜色没有调匀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颜色没有调匀，它成了这样子一个状态，就是不好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你们可能有的时候调色是不是也着急了？如果你们一旦着急了，调色没有调好，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了，真的。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在调色上，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在调色上，慢慢的调，细心耐心的去把颜色调好。我们这种画法，你把颜色调好了，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画一次，把颜色调匀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。其实因为我这个笔上的水分稍微有点大，你们画的时候尽量把水分不要那么大，因为刚开始画怕掌控不好这个水分。好，轻轻的下笔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再提起来。这个我们要画出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边缘，不要把它画得太平均了，其实这个花里面大部分就是这个正瓣、侧瓣去组成，然后还有一些碎瓣。那我们画碎瓣的时候，就笔这么去点它，那一笔笔的这样子点它去组合。你点的时候要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这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啊，假如说有一些缺口里面没有花瓣，你到最后去调整的时候，你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点出这种碎瓣的去组合它。但是你点的时候不要点得太平均，要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这样子点花瓣你们应该都会吧，非常好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侧瓣补充一个正瓣上去，它就把它补成一个完整的花瓣。那我们补的时候，先补中间这一笔过来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笔，这边再来一笔，这样子一个花瓣就完整了。好，我们再补一下这一块，一笔、两笔、3笔，这样子就补充完成。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你们可以把这根部再来一点，这样子也可以，补到根部去上也可以。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还有这朵花的话，它没有太多太夸张的花瓣，没有太大的太夸张的花瓣。但是也有大花瓣，我们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去滚出来，滚出来，或者是点出来。滚出来的花瓣，它这个边缘会更加丰富一些。点出来的话，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点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用笔的这个变化，点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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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一下，你这样子点多了，它也成了面，也成了一个花瓣。但是点的时候要注意，一样的要注意边缘的这种缺口的大小，要有变化。
我们画这一幅作品的话，就是其实它的花瓣总体来说就是这些花瓣大小的花瓣去组合，各种大的、小的、正的、反的，还有侧面的、背面的这些花瓣去组合。那这个大花瓣我们基本上很常用的有一个2笔组成的一个大花瓣。这个花里面我不知道用不用得到，但是我们还是示范一下。2笔组成，就是感觉是这个花瓣开到最后它有点褶皱的这种感觉，我们就2笔组成这个花瓣，也可以从根部往外画，这样子来画，这样子也可以，感觉它到最后有点卷曲的这种感觉。这个花瓣就是开到最后，因为它这个最后的这个大花瓣一般是在最外边的一层，它可能开到最后它有点卷曲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花瓣分解就分解这么多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把这些花瓣来把它组成一朵花。